他们至少今年全年无休了嘛，对于他们来讲，而目前的这个绝境之下，他们需要突破。看到这一局，他们选择到的也是蓝色方，希望能够更主动的去抢一些东西了。蓝色方主动搬掉鲁班纳什，然后这大司命跟鲁班纳什都是自己用过的。没错。狼队搬盾山沈梦溪。像我们说到的杨戬这一套在外面，包括邵思源这个英雄也很强势。但是因为对面有张良，所以邵思源不能这个要谨慎选择，而且是个蓝色方。对。看一下这第一选。红叶最多情。公孙离，其实对面是用过的，那他就是想做一个蓝色方 counter 红色方的 BP。对。然后用公孙离来吸引对面狼队来打公孙离的话，肯定会出一些好打了，像射手对位上戈亚，这是道仔的一些招牌英雄或仓。对，我觉得这把戈亚是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没有空空儿可以配了，其实可以套了。戈亚加苏烈也很强啊，如果掏出来的话，就会是双本命。对抗路夏洛特，狼队有点 all in 阵容的意思了。夏洛特加苏烈，3楼再补一个射手 counter。目前来看，狼队这个 BP， 首先会让决议打得很难受。对，苏烈也是医生的本命英雄。夏侯惇，夏侯加朵利亚的话，可惜外祖母说，其实还是杨戬感觉更合适一些。杨戬强度会更高一些，在我们看来。但夏侯惇这个英雄，包括朵利亚加夏侯，其实是之前京东玩的也是比较好的。他们甚至用过这套组合去对抗当前版本热门的鲁班父子，都有赢过。目前他们的组合胜率是100%，而且夏侯惇主要现在也是个公牛英雄池，小胖他单出夏侯在年总的频率是很高的，胜率也很高。但因为狼队1楼出了苏烈，我觉得小胖这把的可能性非常多，可以野合，他可以弹野，就补阵容的这个坦度。看到狼队在红色方直接掏出了自己的双本命，道仔的戈亚和医生的苏烈。道仔的戈亚的话是他自己 MVP 次数拿的最多的英雄，然后医生的苏烈的话，他的胜场有37场，在他职业生涯当中，差不多就是他用的次数当中1/3的胜局都是当局的 MVP， 这个就很夸张。毕竟也是之前的苏烈王。对。2轮班位上面，京东也是防了一手，把这个镜给搬掉了。不知火舞，其实大家都说火舞目前可能他的梯度没那么高，但是在狼队的理解当中不一样，他们的理解当中火舞梯度还是很高。他们的阵容来说，他们喜欢打速攻，所以火舞这种硬控在硬控加爆发在前中期是很关键的一个英雄。这套阵容好凶啊！就是打进攻。京东是班位搬了西施真姬和镜，补出狂铁，这阵容的厚度是有了。中路是杨玉环，一个有自保能力且能跟火舞对抗的英雄。对，火舞是个优势。那这样也笑了，同时也确定了京东这套阵容他是要去多打拉扯的。但杨玉环其实对于青龙来讲，这次年总也是第一次用。因为之前年总他们用杨玉环是给无畏，觉得飞搬飞打公孙离倒是挺好用，好用。但是这把杨玉环狂铁夏侯惇坦度进不过去，他们冲不过去。然后凯很扎实啊，这个阵容，这阵容冲阵太厉害了。但说实话，夏侯惇打凯还算优，且这把是双大，对，是个对位优势的关系。这把更多的两边的节奏会不太一样，狼队这边的话，他是要打强进攻的，而京东这边的话，他是要更偏拉扯一些的。我觉得最后小胖在纠结是凯还是飞的时候，考虑到了樱花。首先，樱花他作为这个淘汰赛首发出场情况之下，他今天的发挥状态非常好。对。其次就是这把他先选了夏洛特之后，你如果再补一个飞，那这个阵容合太多了，吃经济点太多了。他补个凯之后，那小胖可以用自己的发育时间去做事情，让樱花这边有一个经济的补充，让他在团战当中充当那个切 C 的角色。这个点也是考虑到了整体阵容的一个合理性，因为他是3比0领先，他可以选更扎实的阵容，对，没必要那么激进。这把的话，狼队就是选择出了自己的双本命英雄，然后加上他们在年总整体玩的也非常多的一套阵容了。
而京东的话呢，因为他们现在的压力会更大一点，但是我觉得就像刚刚狂铁选出来时候的说到那句台词一样，越是恐惧越要战胜它。那目前的话，对面3比0来到上半场的一个赛点的情况底下，京东他现在的压力一定是极大的，而在这种高压之下，他们需要更好的去做拉扯，这一点其实对于选手的心情要求也是比较高的。这把的话，公孙离这个点，然后包括刚刚说到的双大的夏侯惇，其实他的对位也是一个优势点。对，所以这个可能会成为他们的破局点。我觉得整个京东的阵容在中期其实是有发力点的，一个双大夏侯外加一个拿红的阿里，在中期其实来说，虽然说狼队这个阵容中期打架也很厉害，一个火舞苏烈看上去很厉害，其实我觉得京东可能在中期还是优一点的。但京东这个阵容前期一定不能，是的，不能出差错。他逆风这个阵容就没了，说实话，他夏侯惇加狂铁的组合，这个阵容一逆风，这2个英雄既没有切入能力，也没有什么前置的伤害，只能挨打。然后只要失手一波，基本也就很难打了。对，而且杨玉环这个中单选出来，我们都知道他优势局会变得无限的厉害，上去磨你的血，然后伤害还挺高，还有自保能力，你还不好杀他。但是逆风之后，他就刮不动对面的前排，他就只能自保了。而公孙离这个英雄更是如此，他在对位到戈亚的时候，一旦出现了这种逆风局势，他就要铤而走险，去打出那种刀尖铁血的操作，这局才有希望。如果这盘京东逆风了，那这把的胜率将会极低，所以他们前期的部署规划一定要做好。而且这一局的话，决议的公孙离一定要非常的敢打，要利用这个公孙离去让京东在中期的伤害量得到一个保证。狼队这套阵容，说实话，河道对抗还是强。 4级之前都是大优，而且开局的对线，不知道戈亚能不能对上公孙离。进入到双方的第4小局，蓝色方北京 JDG， 红色方重庆狼队。我是解说一雪，我是解说潇洒，我是南东黑妖酒精阿豆。没看到。然后狼队双边是做了一个换线，京东的话则是中下做了个换线。狼队换线的目的是为了规避戈亚的劣势线，然后京东这边的换线是为了能够让公孙离在前期的优势最大化。公孙离这样更自由，在中路。在下路杨玉环可以帮他卡一波线再吃。但是青玉这个狂铁的第一波线掉了一个兵。 狂铁其实这样前期掉优势很伤对这个英雄，这个英雄本来就是吃优势，对，无限滚雪球，它的作用才会非常大。是的，下路拼一波，然后决议这边的话抢完装了以后是一直在帮野区提速的，赤甲也掉了，这样京东又是开局全亏。狂铁这种吃优势的英雄，一旦前期资源全部被对方控了，那他没有经济领先，他就只能等一波好的团战。 看这波吧，因为金宇这边有决议的提速，他是更快出野区的。上路的空间之力拿，而狼队的话直接选择避战。京东整个6个资源开局的两边6个资源，一共就只拿到1个，很伤啊。就是通过狼队这边双边换线之后，让他的双边线都拿到了优势嘛。中路想快速过线，但是因为金玉传过来了，那这波中轴对抗京东。 抢下，但是这波也不好反野。对，就是现在京东他哪怕抢完中线，他也做不了事情，只能回去刷自家的。对。哎，朵莉亚走河道差点被蹲，很危险啊。青羽也有点蠢蠢欲动的意思啊。1打1的话，他就可以上去跟射手换血什么的。是的，中路又是一波。 但是全部打在了夏侯惇身上，也是能够扛住的。两边这把的前排，凯和夏侯惇前期都是蛮能撑的。这盘上金宇的野区效率速度会更快一些，因为基本上2轮都在帮提了。就是决议这个点，中路放了个射手嘛。而狼队的话，更多做的是双边的一个线，能拿到更多的中立资源。这把的关键选手给到的是金宇和医生。 这个阶段感觉更多的都只是一些抢线时候的摩擦，说白了就是帮打野提速率。对，就这么刷到4分钟。看那波，我觉得狼队阵容也挺强的，虽然你是双大夏侯惇，狼队的阵容还是有对抗能力的。主要是看那波
到来之前的对抗路线。其实现在4分钟龙团基本上有2路线权的队伍基本上是稳优的，基本上是稳拿，就是能先站住对，龙坑。除非团战没打过。那打架这种事说不好。是的，下路这波樱花打得很凶啊，青龙这边大招也没有了。狼队也让戈亚来中路，甚至还带个红，倒仔这把也是个裸末世，因为发现公孙离在中路，狼队去抢线容易掉状态。对面公孙离白打，那这样他调一个手长的英雄过来跟你对抗，这样夏侯惇赶过来吃钱，那我就打你状态。而且从初中的这个速度来看的话，狼队这边的双 C 选择的都是快速成型，都是裸的末世和梦魇。 4分钟哪边的法师先出梦魇的话，洛特直接从后面绕了过来，而且苏烈拍了以后再顶回来 ，combo 拉满了，一手拿到第一滴血。回头这个位置，夏侯惇大招给上，但是碰到是凯，杀不掉，已经没有任何的伤害量可以给到了。又是在4分钟这个关键时间节点，狼队先下手为强。对，抓了一波4打3的机会，直接动手。而且他是在那个位置形成了一个夹位，在河道口。 这上路应该就是个碰撞，杀不掉。这已经是第2波了啊！前面我看小地图，子焕跟青羽就换波技能，这又一波。那这样4分钟，因为京东前面掉了一个人之后，这波龙也就不考虑了。而且这样在前期京东也去提速，会直接被打回来。哦，主要是樱花这个夹位，是的，他过来了之后，第一时间人数有优，然后朵利亚想没地方跑了，提前开视野，但发现被夹了。 这也是我们今天对于狼队大胆轮换首发感觉到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形成这样一套阵容以后，他的协调性做得如此之好，无缝衔接，并且我感觉樱花它的支援很快啊。是的，他的路线每次会让人感觉选得很好，包括他前面几盘，每次可以看到他会出很多的画面，甚至打到了京东想不到的点子上。而且感觉通过这2局打完以后，自己也拿到了2连 MVP， 越来越敢操作。 又是一波两边换节奏，医生的视野卡得很好，卡得很深，然后两边互换外塔。京东这边的话呢，也是让决一把下路的外塔给点掉了。上半图，其实现在青羽他这个狂铁玩的还是蛮难受的，他一直被压，对，狂铁一直打劣势线的局，他还是非常难受的。坏了，这个红区等会要受压，因为上路线被截了，狂铁要留下来清线的话，那他就会慢。是的，而红区的话正好刷狼队直接挤进来了。那这样下路这个小胖越墙过去，想要直接拿的，夏侯惇回来，两边。但苏烈这个大招大闪就找你公孙离 ，combo 接上秒掉，而且回头再慢慢处理一下这个夏侯惇就可以了。夏侯惇大招已经拉出来了，再回顶，又被苏烈给顶住。 医生，这就是他的本命英雄。而且就像他自己在聊到苏烈这个英雄时候说到的，他玩到苏烈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走到哪对面都要出事。这把其实就是这样，确实是做到了。对，那这个中一塔，杨一环闪现想开团，但是被苏烈拆火了，而且这么着看一下樱花直接切了进去，借着这一个野怪找到的是青荣。哇，这波樱花的折返很有趣啊！ 狂铁反拍，直接拍到2个，不让绝对的伤害秒掉了对面的子焕。京东猝不及防回头，又打出了苏烈的一手被动，这么着凯开了一个大招过来，找到的是对面决一直接幻想过去，但是被凯给卡住了，自己反而被带走了。金羽一个人，但是对面的话戈亚直接盖了一个大招过来，所有人再把这个金羽给激活秒掉，一会拿到2连击破。狼队这把大优势，我们前面才铺垫过，京东这个阵容陷入逆风之后将会异常难打。是的，中野府基本上已经是全线崩盘。 节奏已经完全乱掉了。虽然在刚刚金羽和青羽这边的一个开团，他们其实控制链给的已经比较不错了，但狼队目前他的阵容强度太高了，是5000的经济优势，这才7分半。这个优势应该是这几局以来最大的。就这个点儿，这种阵容强度之下，京东被打了个5000经济差出来。 而且这把从出装上面也有些不同啊，就是医生他这把出道是救赎，这个其实和他自己之前的出装习惯是不太一样的。子焕点了个发起进攻，意思就是对面敢守，就可以开。是的，准备临阵起手了。就现在狼队可以无限跟京东打架，他的双边对位经济都有将近1000多的领先。这个阵容里边最吃发育的夏洛特现在
是全场马最高。上要7000经济，7000经济3件套就是他可以打团的一个标准了。没错，他马上要提前成型了。大概9分半左右，应该就是双 C 都有3件套，然后选择做你一波关门，这个龙你也不好争。京东还换不了龙，你换龙就会被一波那边医生直接切奔狼过去帮你。而且这个阵容弊端在于这个10分钟你不好出去争，但是你又必须得去，如果拖到后期的慢话性死亡，更是打不过。苏烈蹲到了，但苏烈也不想只为了一个下猴蹲交技能。现在狼队只要抱团，基本上也应该是能稳稳拿下比赛了。但抱团想要外塔的话，京东是守不了的。现在京东就只能先防守，外面资源都是能放的先放。一生的苏烈掏出了个冰甲，这真的是给京东雪上加霜。因为一旦冰甲做出来了以后，会让京东没有什么拉扯的空间，你很有可能被对面火舞加上苏烈一套就先秒掉了。可能杨玉环大招都不一定开得出来，如果你被连控到，压力很大。而且这套阵容京东它有个短板在于它的清线得靠自己的下路蹲上去卖，再加上狂铁和下路蹲上去卖血才能清掉。上路狼队已经截线了，已经是关门了，3路裂线，嗯，然后还得被迫接一波团，这是选手最绝望的时刻。接还是不接？是的，幻龙的这种视野都已经被卡住了。狼队想要先开，哦，这是准备双龙啊，夏洛特一个人打，夏洛特相当于一个半拉脱的状态。狼队又是非常苏烈看到了夏侯惇在这边，其实另外一边打龙就很安全了。对，这就是他们在依旧想拿双龙，但是做出的一些复盘细化的点。这把优势太大了，对，他拿双龙完全没有问题，对面敢出来，我觉得狼队就敢团灭京东。所以现在京东的压力非常大，他们只能借着这段时间先把线清一下。但是夏侯惇这个位置被看到了，金宇现在只能尽可能的先顶一些视野出去，然后让线不要进到高地内，在外面先被清掉。射波野区应该是想打一波了，6000的经济领先。京东现在他发力的点，公孙离目前的经济也没有特别的高，没有特别理想。公孙离现在都没有输出环境，对，劣势公孙离被火舞盯到的话就是一套。狼队想开，戈亚大招先盖，青龙这边直接一波2闪想要去定，但是对面实在太肉了，顶上来苏烈，再是一波闪拍，顶到脸上，樱花拿到无坚不摧，回头再一滑2连击破。狼队不想给京东任何的机会，侧面再去找绝野，回踩的位置被盯住，全部都有线过来，京东只剩下2人，侧面直接击虎掉了一手狂铁，没有人可以阻挡狼队现在进攻的态势了。势如破竹，进入到对面的水晶，点掉即可，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